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世界除了钱，没什么可信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。很多人一想到退休，脑子里就蹦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有一天工资没了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说白了，我们大部分人的财务人生都是建立在一件事情上，那就是用时间换工资。无论你是员工 （employee） 或者自己出来干 （self-employed），本质上都还是不干就没钱。但是《穷爸爸富爸爸》的作者还在另外一本书里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：现金流象限。E employee 员工 S self-employed 自雇者 B business owner 企业所有者 I investor 投资人。大多数人一辈子停在左侧的 E 作为员工和 S 作为自雇者。真正财务上自由、退休后不慌的人，最后都至少有一部分收入来自于 B 作为企业所有者和 I 作为投资人。今天这支视频，我想带你一起梳理，在美国，如果你想让自己没有工资也不慌，至少应该逐步搭建哪5种收入来源。而且重点是，这5种收入来源你不需要一下子全拥有，而是可以按阶段一层一层搭起来。第一种收入，股息股票。先从最经典也是最容易理解的一种开始，股息。什么是股息股票？有一些公司每年如果盈利了，会把一部分利润分给股东，而股东根据自己的持股数量而获得相应比例的现金。你不需要去上班，也不需要打卡，你只要持有这类公司的股票，它就会定期把现金打进你的账户。在美国有一类公司非常有代表性，叫 Dividend Kings， 股息之王。这是指那些连续50年以上，每年都在提高股息的公司。比如宝洁有连续69年的涨股息历史，目前股息率为 2.86%。可口可乐有连续63年涨股息的历史，目前股息率 2.87%。强生有连续62年的涨股息历史，目前的股息 2.65%。这类公司有一个特点，几十年不间断地发股息，而且每年还在增加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假设你在工作阶段不断买入这些公司的股票，把股息全部再投入 reinvest， 当你退休之后就不再往里边投了，你就可以开始只拿股息不卖股票。这时候你的人生状态就从我领工资慢慢变成了我领股息。股息不是暴富的工具，但它是一个非常稳定、非常适合退休后的现金流来源。你不需要去挑几十只个股，可以先从这些长期稳定、行业地位强、现金流好的公司开始研究，或者直接选一些高股息加优质公司组合的指数基金 ETF， 比如后面会提到的 ICHD、VYM 这类的。第二种收入，指数基金加高股息 ETF， 成长加股息双引擎。很多人一说到投资，就只会想到买个股，但老实讲，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，美股的核心资产其实就是2块。第一，广泛分散的大盘指数，比如 VOO 追踪 SP500、VTI 追踪 Total Market， 以及稳定分红的高股息 ETF， 比如 SCHD、VYM。你可以这么理解 ，VOO、VTI 这类是你的增长引擎，主要帮你分享美国经济长期增长。这里边的收入更多来自于资本增值，也有少量的股息收入，比如 1.1% 左右。SCHD 和 VYM 这些高股息 ETF 里面装的就是一篮子爱发股息的公司，比如 2.5% 到 4% 左右，帮你提供更稳定的现金流。在你还没退休的时候，更好的做法是股息全部再投资，不把它当做生活费，而是当未来的自己在加班。当你退休之后，可以慢慢把一部分持仓从纯增长型的 VOO、VTI 转移到一些股息更高的 ETF， 然后开始每季度、每年拿现金。这是第二种收入来源，帮你完成的是从只靠工资到工资加投资增长加股息的过渡。你的现金流象限开始从 E 员工往 I 投资人的方向靠近。第三种收入，利息收入。比如是国债、高收益储蓄加货币市场基金。刚才前2种说的是股权类的，股票、指数、股息。如果你用合理的价格买入，回报会高一些，但波动也大。那如果你想要的是本金尽量安全，收益相对稳定，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快速取出，那就是这第3种收入，就轮到利息登场了。在美国这一块大概包括短期国债 T-bills、
国债、投资级的债券基金、高收益储蓄账户 （High Yield Savings Account）、货币市场基金 （Money Market Funds）、CD 定期存款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，首先收益率目前大概在2%到5%左右，当然这要视利率环境而定。其次，比股市稳定得多。然后有些账户还能随时取用，比如高收益的储蓄账户。那我们怎么使用呢？首先是应急预备金，不要放在0.01%利息的活期账户，而是放在高收益的储蓄账户 T-bills 或货币市场基金里。对于接近退休的人，可以慢慢把一部分股票收益锁定，转到相对安全的债券或货币市场基金，形成一部分让你能睡得着的现金流。很多人以为利息没啥用，但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有30万或50万美元的一部分资产放在4%利率的账户里边，光利息每年就有1.2万到2万美元，这足够覆盖你退休后的某几项固定开支，比如房产税、医保、基本生活等等。第三种收入更多是给你一个整体财务的安全网，让你在股市波动的时候心里更安稳，不至于在低点的时候恐慌抛售。第四种收入，真正系统化的租金收入，而不是再找一份体力活。很多人一听到被动收入，第一反应就是买出租房，但现实是，绝大多数人买完房，结果得到的不是被动收入，而是给自己找了第二份工作。你想想你要干些什么，比如自己要找租客，自己要修东西，半夜被电话吵醒，催房租、处理纠纷等等，这不叫被动收入，这只是换了一种形式，继续当 self-employed。要让房地产接近被动收入，核心只有一个词 ：system， 系统。在美国，如果你想认真靠地产收租，你需要的不只是房子，而是一个团队。比如一个靠谱的 real estate agent 房产经纪人，帮你找到合适的投资房；一个熟悉投资房贷款的 mortgage broker 贷款经纪人；一个懂投资房保险的 insurance agent 保险经纪人；一个你信得过的 property manager 物业管理公司；一两个 handyman contractor 就是修房师傅，最好再加上一个懂地产税务的 CPA 会计师，这样你就能形成一个系统。你负责选市场、选大方向、看现金流报表、完成买房流程、做决策；团队负责找房、出租、日常维护、处理琐事等等。当然，前提是你买房的时候就要把物业管理费、维修预留金、空置率都算进去，确认在算了全部这些费用之后，每个月还能有正现金流。假设一套房子每个月的净现金流是$300，5套房就是每个月$1500，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股息和利息，这种组合在退休后足以覆盖一大部分生活费。如果你只是买房自己管，这个收入是主动收入。只有当你把管理外包给团队，并且把所有成本算进模型里，你才真正让房产投资进入接近被动的状态。第五种收入可以脱离你本人运转的结构化生意。前四种更偏向 I investor 投资人，第五种是往 B business owner 企业主迈出的一步。很多人退休后被迫创业，因为钱不够，但那个时候年纪大了，抗压能力也下降了，再试错就很痛苦，常常一失败连积蓄也没有了。所以比较健康的路径是在你还工作的时候，还有工资兜底的时候，就开始培养一份副业小生意，然后慢慢把它结构化系统化。什么叫结构化？有明确的 SOP 以及流程，有可以培训的员工或者去外包，有固定的获客渠道。你不是每天被业务绑死，而是逐渐变成决策的人。比如你现在做的是专业工作，可以发展成咨询加数字产品加线上课程。你有某个兴趣，可以变成内容频道加会员加课程。你也可以和人合作，持有一家小型服务公司，比如教育、装修、清洁、家政等等，争取自己不亲自去干，而是做管理和股东。或者甚至可以收购小公司，稳定团队流程和业务后，让别人去主要运营，你做决策。结构化生意的目标不是赚快钱，而是建立长期现金流系统。当有一天你可以一个月只花很少的时间在这门生意上，但它每个月照样能够产生稳定的利润，那你就真正从 employee self-employed 的象限迈到了 business owner 的象限。那这五种收入怎么和你的人生阶段相结合呢？这五种听起来很多，但你不用一次性搞定，你可以按照人生阶段排个大致顺序。我在这里举个例子给大家作为参考。
在20岁到30岁，可以先打好技能和主业收入的基础，同时可以开始买 VOO、VTI 等指数基金，习惯投资而不只是存钱。30到40岁开始加入股息股票、高股息的 ETF， 比如 SCHD、VYM 等等，逐步搭建利息收入，比如国债、高利率的储蓄账户 Money Market。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开始研究第一套投资房，或是开始副业尝试。40到50岁，认真考虑你要不要走让副业变成小生意，然后变成结构化生意这条路线。如果把房地产投资系统化，把团队搭建完整，把整体投资组合从只追求增长调整为增长加现金流平衡。50岁以后以及接近退休的时候，股权类的股票、指数基金不一定要卖掉，但要更加看重现金流的稳定性，增加一部分债券、国债、货币基金高收益的储蓄账户，把波动降下来。如果有公司逐渐退出日常参与，只做整体决策，极大的降低每周的工作时间，让你的股息、租金、利息、生意利润加在一起，基本可以覆盖生活开支。这时候工资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了。开不开心？你可以选择继续工作，也可以选择不工作。所以工资是暂时的，系统才是长期的。总结一下，这5种在退休后还可以继续给你打钱的收入来源：1. 股息股票 Dividend Stocks， 2. 指数基金加高股息的 ETF， 比如提到的 VOO、VTI、SCHD、VYM 等等。3. 利息收入，比如国债、债券、高收益储蓄、货币市场基金等等。4. 系统化的租金收入，有团队、有模型的房地产投资。5. 可以离开你本人运转的结构化生意，从副业逐渐变成一个企业。你不需要一开始就很有钱，也不需要一下子就拥有5条收入线。你需要的是从今天开始，慢慢让你的收入从只靠工资变成靠系统和资产。等有一天你发现，就算哪天不想上班了，你还有几个现金流系统在安静地替你工作，那一刻你就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没有工资也不慌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以及留言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